好啊，没问题。就你还开车呢，车开你还差不多。傅晨君，程晨君，等我学会了开车，我爹爹先撞死你！那好啊，回头咱西安城就出了一桩开着洋车谋杀亲夫的大案要案了。回头让你的巡抚老子给审审，万一给你判个死刑呢？啊，回头让你死也得死在我的身边。你少臭美的！哼，就你这副德行，谁给你陪葬？我爹才不会斩了我呢，说不定还给你来个鞭尸。啊对，对，你爹怎么可能把你斩了？他要是把你斩了，他不就成了一好官了吗？那你爹是西安出了名的大贪官，怎么可能为了还别人一个公道把你斩呢？司晨君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阎王！啊，不要！来，快点，脚底下当心着点儿。老佛爷，这鲁大人还真是周全，这次来带了不少的鸡鸭鱼肉。您都好久没沾过荤腥了吧？咱们这一行也没个油盐酱醋，这不，我让他们照着咱宫里叫花鸡的做法做了这叫花鱼、叫花肉，我这一尝呀，味儿还真不错。您快进点吧。你们吃吧。来啊，把卢勇带来的鸡子拿来，挨家吃那个。哎，老佛爷，这鸡子都染了血了，也忒聒噪了吧？大胆！竟敢说大清忠臣的血聒噪！老佛爷，臣妾绝无此意。老佛爷，三儿，去把鸡子拿过来。是。老佛爷，使不得，可使不得呀！还真香，好吃。去，把这些菜端去给小李子还有鲁大人他们吃去啊。是。老佛爷，微臣为您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，也万死不辞啊！这是怎么话说的呢？来，赶紧把鲁大人扶起来，快扶起来！老佛爷，哎呀，太感人了！太感人了！瞧瞧，我们都拍到了什么呀？眼前这一幕足以能证明我们的太后老佛爷是多么仁爱，多么圣明啊！不许动，把他们给抓起来！走，抓他们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轻点，把他一块拿下，轻点！哎呀，此次搜山，就是要找咱们陈家二少爷啊，也就我手中画像上的人。看好了，都看好了，这山里头啊，那是马帮猖獗，特别是那个大苍蝇，都给我小心了。哎，你们都是50两银子一个，自告奋勇来的，别回头见了银子挺开心，别见了马帮一个个都给我成了脓包。这还有啊，就是要把二少爷全模全影的给我带回来，不能伤着他一分一毫。陈军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今天咱们两个拼个你死我活！这谁家的疯丫头，穿得跟个洋人似的，还这么撒野！哎，陈军啊，你哪儿又招了风流债了？人家可都找上门来了。那您可就得问我爹了，这是我爹给我找的媳妇儿啊！素云，你是素云？你穿成这样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俊儿，这个我看时间不早了啊，你赶快带着队伍搜山，给我出发。夫人啊，我还有点事儿啊。爹，谁都不许走！哎呦，老爷，这也算个姑娘家啊！咱们也别替那陈景攀什么高枝了。这样的媳妇儿娶进门，咱们呢也就没几天糊涂了。谁要做你们家媳妇儿？要娶我也行，那我就做你们家未过门的寡妇。住手！爹，像什么样子？哎呀，亲家！爹，你乱叫什么？月儿，你这个叛徒，你竟敢出卖我！小姐，不能怪我，
你就这么跑了？我得进万花楼啊！哎，走，出发！这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想的也别想，不该娶的也别娶。等一下，你想去哪里啊？上山呢，找二兄弟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可是办正事儿，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。那我也去。哎，我的姑奶奶，您还饶了我吧！你不是想趁着月黑风高杀人夜，四下无人的时候把我直接给宰了吗？我说你这姑娘，你素云，爹是来接你回家的，你给我老老实的回家去。我不管，如果不让我跟陈军上山去玩的话，我就一枪毙了他。那您还是打死我吧，反正早晚也是个死啊！你闭嘴！哎呦，轩兄啊，这要让他们两个一块出门，这俩孩子你看实在是不能往一块搁呀，说不定出趟远门，兴许还能往一块拧啊。你看这。哎呀，这不妥吧？你说一个女孩家跟一个男孩子满山乱跑，那合适吗？哎呀，成了，他都快血洗我们陈家了，到现在你还顾得了这个呀？是啊，我看呀，婚事已经定了，也无大碍。我担心的是素云的安危呀。不，我看也没什么危险。好啊，娟儿，素云的安危我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善待她。对，素云啊，出去以后要听陈俊的话啊，别忘了，他以后就是你的夫君呐。不是爹，那我的安危交给谁啊？你少废话，要么你马上成亲，要么带着素云马上去搜山。两件事你看着办。你是谁呀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跟踪御驾？哎，我问你话呢，你怎么不理人呢？你是哑巴吗？晋人将军，既然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跟着我干吧。你怎么知道我？你救我不讲，可是我凭什么要跟着你啊？凭我救了你的性命，也凭你我有共同的敌人。来，快拍照了啊！拍照了！老佛爷您慢点啊！皇上，好，哎，你们的快！哎呀，站好了，拍照了啊！来了！哎，站好！哎，这家伙的舌头可真是三一个呀！就讲我几句话，刚才还要把我们押赴西安州县。哎，好了，书记你看看这架势，都成了贾武手中的面团，想捏成什么就是什么。哎呀，漂亮！哎，老佛爷气质真好。哎，老佛爷，您靠右边一点。哎，来，不对，来左边一点，老佛爷，笑一个呀，老佛爷，您可真有气质啊，在哪儿都那么耀眼。来了，陈然、李顺利，你们俩快来跟老佛爷照相啊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快点，哎，李顺利。你快点啊！快点！哎，快点！哎，李顺利，站那儿。哎，你，站在四哥哥后面。好了啊，快点！站好了，大家都好了啊！哎，好，就这样。来，笑一个。嘿嘿。走，这个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过继给当今万岁爷的大太子，两宫皇太后钦定的大阿哥，爱新觉罗溥俊。我知道你是大阿哥，唧唧歪歪冲我叫唤啥呀？啊！你要不是大阿哥，现在早就是死人了，还冲俺叫？来呀，给我打！哎呀！别打了！好汉饶命啊！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打坏了就不值钱了。哎呀，好汉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们只谋财不害命，打家劫舍，不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。我呸！你他妈少给我摆亲狗那副奴才样子，俺们苍蝇帮不吃这一套。哦，你们就是纵横关外、大名鼎鼎的苍蝇帮啊！一看你这气宇轩昂、豪气凌云的架势，一定就是大苍蝇了。这样，去你娘的！我们帮主大苍蝇的名讳也是你这狗熊叫的吧？俺是苍蝇帮二当家的花豹子爷，也是如雷贯耳。花爷，别的不说，我这条小命还值点钱。老太太现在还不想让我死，
你找他要去，他一定给你。那你说说你值多少钱？要多少给多少。嘿嘿，口气还不小。俺跟那太后要800万两银子，他给吗？哎呀，花爷爷，10个大阿哥也不值这些钱呐。你他娘的不是说要多少有多少吗？最多也就400万两。嘿嘿，好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哎，启禀老佛爷，大事不好，有大阿哥的消息了。是老佛爷，他们要多少银子？苍蝇帮送来书信，说大阿哥在他们手里，要我们准备800万两银子，不然他们就撕票。哼，800万两。行，告诉他们，紫禁城有的是，让他们自个儿去取。哎呦，求老佛爷救救俊儿吧！求老佛爷！大胆！俊儿是你叫的吗？你忘了，大阿哥已经过继给万岁爷了。普天之下，除了哀家皇上皇后，没有人有资格叫他俊儿。再说，他皇阿玛都没开口说话呢，你在那瞎嚷嚷什么呀？老臣也是心急，胡言乱语，求老佛爷您开恩呐！老佛爷您开恩呐！皇爸爸，大阿哥深系大清江山，儿臣只不过是一个无能的昏君。国家如今沦落成连一个小小的马帮都敢与我皇室谈判，大清颜面已经丧失殆尽，儿臣实在无言以对列祖列宗，不如让儿臣去换了大阿哥，大家也就彼此心安理得了。照皇上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大清朝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都是哀家害的。哀家带着你们一路西行，害得你们颜面尽失。大清朝的列祖列宗都在怨哀家，恨哀家，是吗？皇爸爸，儿臣绝无这个意思，仅在自责而已。您太多心了。哦。那什么叫做心安理得呢？是哀家心安理得，还是皇上心安理得，还是哀家死了大家都心安理得？老佛爷息怒。算了，皇上也是心疼儿子，大家都起来吧。谢谢老佛爷。老佛爷，微臣愿去苍鹰帮谈判。那可不行，你身上还带着伤呢。亏了有你，要不这会儿大家都遭殃了。你不能去，不能再让你去冒险了。赵书翘，你去。老佛爷啊，臣都60多岁了，经刚才这么一折腾啊，这腿都直打哆嗦呀，臣实在是走不动了。端王爷，刚才你还俊儿俊儿叫的挺亲热的，这回救大阿哥就非你莫属了。老佛爷，您让我去，那不是又多了个人质吗？匪徒又会变本加厉的呀！哼，一群没用的东西。老佛爷，赵大人年纪大了，前去谈判确实有不便之处。端君王和大阿哥的关系非比寻常，他去谈判也有不妥。臣身上这点小伤早已无大碍，况且微臣深受老佛爷的眷宠，感激涕零，无以为报。如果此去能救回大阿哥，则皆大欢喜；如果微臣惨遭不测，遭苍鹰帮毒手，老佛爷也算成全了微臣一个忠义的名节。老佛爷，您就让微臣去吧。不妥，不妥。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。陈然，哀家可以求你件事吗？老佛爷，您是希望我去助鲁大人一臂之力吗？你可愿意？草民谨遵老佛爷遗旨，草民告退了。二当家的人带来了。
哎呦，陆大人，你可来了！你还好吧？好个屁呀！差点没打死我。好了，哎，你不让我砍了一刀吗？老太婆身边没人了，就累你一个。我说你也是啊，为大清朝这么拼命，值得吧？我卢勇生是大清之人，死是大清之鬼，不像你们这些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连大阿哥都敢绑架。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你是来救人的吧？既然是来救人，那钱呢？我是来谈判的，赎人可以，不过你们张口就要800万两银子，也不怕把自个儿噎着？800万两！你他娘的不想死就把嘴给我闭上！老佛爷懿旨，赎金最多不超过20万两。20万两？你他娘的打个要饭的！你们俩再这么信口开河，把你们脑袋剁下来送给老太婆！刚才皇上和太后的銮驾你们也翻了，有没有银子你们心里很清楚。实不相瞒，这20万两银子里还有15万两是陕西巡抚韩宇轩打的白条，麻烦各位还得找他去要呢。他娘的，闹了半天你在涮老子啊！你们当官的打白条打到俺土匪窝了，老子当了这么多年的土匪，还没遇到这种新鲜事儿呢。哎，你们给洋人赔钱的时候怎么没打白条呢？哎呀，总之啊，现在就能拿出这么点钱来，就拿这点钱？行，我看不放点血，你们不知道我的厉害。来人呐，去把那小子小手指头给我剁下一根来！哎，别！别！哎呀，不要！当家的，这陆大人！哎呀！帮主，甭叫我帮主，俺们帮主是大名鼎鼎的大苍鹰，他可不是你随随便便见的。老子是二当家花豹子爷。二当家，这15万两我来担保。你算哪根葱？你担保？家父乃是西安陈家乐，给朝廷做保人还是做得起。哦，陈大善人，你是陈大善人的二公子。听说陈大善人的二公子在国外留学，难不成你就是？正是在下。行，我相信你是陈家二少爷。不过区区15万两，对你们陈家来说是9牛1毛。如今我们不会因为10几20万两就轻易答应了。再说，欠我们钱的是当今的皇上和皇太后，他们要是赖账，我们上哪儿去要钱呢？哎，二当家，钱你们嫌少，人你们又不放，可是我们手里确确实实只有这5万两银子和15万两白条。我想你们绑票总是为了银子吧？啊，这么下去，只怕是你们白忙活一场，我们也断送了大清的香火呀。届时谁都没占着便宜，对你们来说恐怕也不是好事吧？朝廷既然派我卢勇来谈判，说明朝廷是有诚意跟你们做这笔交易的。20万两确实太少，800万两又太多。如今啊，我们手里就这么点银子，现在咱们谈一个方法，如何能把这剩下的银子顺顺当当的给你们？再这么扯皮磨下去，我怕会节外生枝啊。这话说得痛快，在理，我爱听。在你们来之前，这个大阿哥估了他的身价值400万，800万两你们嫌多，400万两你们未必给得起，那我就给你们打个折上折，200万两，1分1厘也不能少。至于这钱嘛，5万两白银全搁在你这儿，银票我都带在身上了，还有那15万两的白条，既然陈二少爷愿意做担保，也先搁在你们这儿。这钱可以不当做赎金，只求你们别再折磨大阿哥了。以后朝廷每月给你们20万两，一共10个月。人你今儿让我带走，钱1分1厘都不会少你们的。你小子真会做生意啊！闹了半天一句空话，还每月20万两，10个月还清，把跟洋人签合约的那一套都搬到这儿来了。好，你这么说，我就这么做。你想把人带走，没门儿！什么时候把钱付清了，什么时候带人。今儿你既然带了5万两银子，就给我留下，就当帮大阿哥暂时保留条性命。那白条，你拿回去。韩宇轩的白条跟废纸没什么两样。那15万两银子，3日之内俺要见到白花花的银子。剩下的嘛，就照你说的办。这个我这什么这？人在我手里攥着，命在我手里捏着。如你跟我讨价还价这么半天，够给你面子了。
留下银子，拿来这根手指头，回去请示你们老太婆，商量个办法再来找我。那好，钱我给你留下，大哥你们要给我好吃好喝的供着，手上的伤你要及时的研医问药，待我回去禀告老佛爷之后再做打算，后会有期。不要，想办法带我走啊！对，刘勇，刘勇，刘大爷，刘大爷，刘大爷，刘勇，把我带走啊！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老佛爷息怒。怎么息怒啊？哼！大清朝的主子，倒让那帮匪徒骑在头上撒尿拉屎了。看看，你们大家看看，堂堂的大阿哥，以后举着只有4根手指头的一只手，叫他如何号令群臣？叫他如何继统大业呀？尾巴抠骰子，贫贱骨头小见溜。别看是3个六，组起来就是豹子，通吃通吃。你他妈耍的什么鬼把戏啊？才开2把就出了个豹子啊！啊！你再给我耍心眼臭老千，我把你9根手指头全部剁掉！哎呦喂，您甭提那手指头行吗？刚玩2把骰子指头疼，您这又提起来了，你看，又疼上了。不玩了，玩不动。你他妈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一会儿的功夫，你赢了我几10两，赢了钱就想走啊？没他娘这个规矩！我还告诉你，上阵不离父子兵，赌桌从不分大小。你把我抓起来换银子，我不说什么；剁我1根手指头，我还不说什么。可你要想把我这赌债要回去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嘿嘿，好玩，真他娘的好玩！看来他跟老子是一路货色的人呐！来，再给我拿几10两银子，我要陪他好好玩玩。来，别着急，坐下来再玩一把。哎，再玩2把。来，当务之急是上哪儿凑着15万两银子。卢勇鲁大人亲自去传老佛爷口谕，他韩宇轩居然拿一堆白条来搪塞，简直是岂有此理嘛！他住口！你忘了鲁大人第1次见哀家的时候，手上拿的10几枚鸡子了？当时鲁大人说了几句话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你不记得，可这几句话对哀家来说可是刻骨铭心呐。当时他说，整个天镇县最好的东西就是那10几枚鸡子儿。你看看，这么大个天镇县，最好的东西只有那10几枚鸡子儿，你这一下子让韩宇轩拿出15万两银子，这不是难为他吗？朝廷再苦再难，也不能不体恤外头那些为朝廷打拼的忠臣呐。这样吧，卢勇，臣在。哀家再擢升你1品，带着哀家的口谕，到周边的府尹、县尹都去转一趟。这附近的进士，怕也有不少等着放官吧。哀家给你3个道台，
只要3日内能奉上5万两银子的，哀家就外放一个道台给他。哦，不只是进士，辞了官的，罢了职的，只要是认识字的吧，只要在3日之内能凑上5万两银子的，哀家就给他个道台做。请老佛爷三思啊！这道台虽小，可毕竟是我大清一方父母官，朝廷用人也需详审详考。如此轻易就放出3个道台，此风一开，只怕什么？只许你们买官卖官，就不许哀家解燃眉之急吗？是。别以为哀家什么都不知道，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，一个道台还值几10万两银子呢。唉，看来咱们大清朝皇储的性命，还不如那3个道台值钱呢。老佛爷放心，3日之内，微臣一定筹到15万两银子。若有负一旨，臣定以死谢罪。陈俊，我问你，马帮人都长什么样子啊？豺狼虎豹长什么样，马帮就长什么样。哼，我才不相信呢，胆小鬼！小小一个马帮，要是遇到我韩大小姐，哼，我就让她气得咔嚓，豺狼变绵羊。那是，您哪用气的咔嚓呀？您1的咔嚓，2的咔嚓就够了。哎，我说素云，你上辈子是不是猴转世啊？那怎么从小到大我就没见你安安静静的待过半个时辰呢？哎，我说陈俊，大姐，您要是口水多，您往地上啐2口，您别有事没事全烦我。陈俊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客气点，你就爬到我头上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给我小心点。你小心我吧！我告诉你，你爹这回放你跟我上山来，那是为了让咱俩俩好成一好，知道吗？说不定老人家想让咱们俩为什么呢？不要脸你啊！哈，你也不看看你那副德行，想吃我韩大小姐的豆腐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哟，想什么呢你？我刚才说的是他们说，就你，哼。第一，我陈俊虽说不是什么好鸟，可我从来不碰不心甘情愿往我怀里扎的女人。这第二，您自己也找一水坑，照着你这副德行，哎，巡抚大人的千金呐，不是也没人敢攀这高枝儿吗？这第三呢，我怎么从哪点也瞧不出来你有女人味儿呢？陈俊，我告诉你，我崩了你这王八蛋！哎，我说韩大小姐，你千万别开枪，这儿已经越来越靠近马帮驻地了。你这一开枪，惊动了马帮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哟，有10几匹马从这边来了，快隐蔽！快点，快隐蔽！哎，干嘛呢你？走！走啊！去哪里啊？你去哪里啊？你怎么回事啊你啊？你想死我还不想死呢？你真是个窝囊废啊！你还配是个男人吗？还扛着枪出来搜山救人呢！别说是马帮了，你连听到马蹄声都吓成这个样子，你真是个没用的软脚气！您多女中豪杰呀！啊，您多巾帼英雄啊！有本事您一个人去跟他们打去，有本事您一个人把他们大杀四方啊！好啊，谁怕谁，走就走！告诉你，跟你在一起，我还觉得丢人呢！哼！哎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一个姑娘家怕不安全吧？找他说2句好话，把他哄回来吧。找他，我还不如找死去呢！
奴才一直有件事想不明白。说。他天镇县知道咱们的御驾过来了，也只能凑出这10几个鸡子儿，还得他鲁大人一个人巴巴的冒险给送来。如今老佛爷不过放了3个倒带，这卢勇就敢拿自己的脑袋下军令状，3天就能给你忽悠来15万两银子，想不明白呀，想不明白。那依你看呢？他以为凭着他那场戏就换了个4品，哼，全凭我们老佛爷火眼金睛点出了他给万岁爷送电报副本，吓得他是屁滚尿流。哼，官儿是您赏他的，可您呐，也没让他落了个踏实。可奴才不明白，老佛爷，您如今又给他升了官儿，这不是纵着他往外翻混水吗？3品算什么？等他把那15万两银子弄来，到了西安，哀家还要给他上封呢。还？罗勇这人呐，够聪明，手段也够狠，竟然敢跟哀家玩置之死地的邪招。等哀家收服了他。好，那咱们去西安这趟就好办事儿了。他奶奶的，你他娘了个真行啊！赢了俺的银子，我还得伺候你啊！他奶奶的！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你着什么急啊？等他们送银子来，你不就发了吗？在乎这一点半点儿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现在已经过了3天了，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是不是那边老婆子嫌你太贵了，不想把你的小命给赎回去啊？那不能，15万两他们还是掏得起的。要不这样，如果钱不到位，你也甭撕我的票，好吧？弄得血字呼啦的，就地让我入了马帮。这2天我觉得马帮也不错，逍遥自在啊。他娘的，我看你现在逍遥自在不？来人了，把他拉下去，把他耳朵砍下来一只，给那边送去。告诉他们，老子等不及了。哎，别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真剁下我一只耳朵来，我可就真没用了。我这么说，他主要是怕疼。但有句话你一定得信我，堂堂未来大清朝的皇帝少了一只耳朵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9指就已经说不过去了，你要是再剁我一条腿，挖我一只耳朵，抠我一只眼睛，你看，立马就有2阿哥顶上来。嘿嘿，那好啊，那我就把你给阉了，也没人看得出来。反正前面2个皇帝都没种，加上你一个没种的，不更好吗？别，我这辈子就好赌跟这口。你要让我有这口，不让我赌也就罢了，我也就认了。可你要没这口，让我抱着元宝在骰子堆里边睡觉，我他妈也觉得没什么意思。哎，你这寨子里有什么娘们没有？你放屁！天天在刀口上活，怎么还能有娘们呢？就是有娘们也不能跟我们呢！啊，你不信问问大家，这里的耗子全都是公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不能吧？昨晚上还有2耗子在我床头打架呢，这要都是公耗子，不早就死绝了吗？闲着也是闲着啊！我给你们讲讲，我都玩过什么样的女人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女人，女人，你说说，去！鲁大人，哎呦，鲁大人，快！鲁大人，怎么样啊？公公，这是15万两银票，交给太后。卢勇总算不辱使命。鲁大人，快来人啊！快掺进去！快点！
快点儿！来，卢勇倒了，大清朝的忠臣都死绝了，一群窝囊废！去，把陈然给叫来。这。陈然，我觉得你人挺好的，你为什么偏偏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儿？那你就不能改邪归正，不碰这些东西吗？改邪归正，稀奇古怪。如果我改邪归正了，我能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把你们救出来吗？你和老佛爷还能逃得出来吗？我看你昨天和皇上说话的时候算是个明白人，怎么今天又是这个调调了？哇，你还提呀？昨天差点被你说漏了嘴。这事情啊，有轻重缓急，未必都是是非曲直，有些话当讲，有些话不当讲，你最好分清楚点。哦，原来四格格刚才喊这么大声，是要提醒我哪些话当说，哪些话不当说。哎呀，四格格，你看起来不过是双10年华，哼，不愧是太后调教出来的，倒是比那赵大人成熟老练多了。你，不过我觉得女孩子家还是要天真率直些，看起来比较可爱。陈然，你，哎，有人来了，说话小心点。哎，陈然，哎，是陈然呐，老佛爷宣你。哦，好。哎，哎，格格，格格，咱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他哪里懂宫里的规矩啊？一个平头老百姓，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什么呀你啊？人家搭理你吗？人家，人家那是啊，只愿君心似我心，怎料那情郎却把妾意冷。哦，陈然参见老佛爷。啊，快起来吧。谢老佛爷。陈然呐，这赎银呢，卢勇已经筹回来了。可是这会儿啊，他也累倒了。唉，可恨这群不中用的东西。这一趟恐怕又要辛苦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把大阿哥救回来，这加官进爵是少不了你的，啊！谢老佛爷美意。不过草民对加官进爵没什么兴趣，只要老佛爷您能答应我，让我用在欧洲所学的技术，能在国内开厂办学，让我们大清朝跟他们一样发达，这样陈然就满足了。真是个好孩子，哀家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只不过陈然，你这一去，身负15万两银票，如果不压点什么在这儿，也说不过去呀。跟你一块来的那2个朋友，恐怕在这儿要待一阵子了。哼，老佛爷就让他们2个留在这里多陪陪您，帮您多拍几张照片，乐呵乐呵吧。陈然这就告辞了。三儿，小三儿，哎，来了，老祖宗。看什么呢？看得这么入神。没有啊，啊，我看陈然呢，怎么连贵安都不懂啊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哀家觉得这孩子不错，将来必定大有出息。哼，哀家这眼睛可毒得很呐，任何事儿可都逃不过哀家的眼睛哦。
你要干什么？令亲人知道还这欺人之身。大家都累了一天了，也都饿了，来用膳吧啊！皇上怎么不用膳呢？吃不惯吗？这儿可不比宫里呀。皇爸爸，儿臣知道。别追了！哼，有人想暗算我们，可是也有人暗中保护我们。越到了西安，这好戏是一出接一出啊！哼，编这出戏的人才最了得嘛！你是谁？干嘛坏我的事？难道你是那些亲狗的同伙？我要是他们一伙的，你现在还能活着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救他们？我救的不是他们，救的是当今的万岁爷光绪。你救了光绪，就是救了慈禧，就是救了其他所有的人。慈禧是慈禧，光绪是光绪，你不要把他们混为一谈。大清气数已尽，慈禧、光绪都该死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要想杀慈禧是你自己的事，如果你敢杀光绪，敢动当今万岁爷一根手指头，休想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这么保护光绪？哼，我猜的没错的话，阁下应该是鼎鼎大名的苍蝇帮帮主大苍蝇吧？哼，这么土匪头子当腻了，准备给朝廷当走狗了？白牡丹果然是戏好人俏，冰雪聪明，不愧是出身书香门第、富贵世家，当年的大才子白伯渊的掌上明珠。你是白牡丹，三秦班当家花旦白牡丹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出身？你到底是谁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，在你5岁那年的时候，你父亲被别人诬陷，暗中资助捻军，朝廷治了你们家忤逆重罪，使你们家满门抄斩。多亏了你们家长房大丫头，才使你成为你们家唯一的活口。从那时起，你白牡丹就背负起你们白家137条亡魂含冤屈死的仇恨。而后，够了，不要说下去了。好，不说就不说。快点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吗？我就是大苍蝇。你绝非仅仅是大苍蝇这么简单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对那些陈年旧事了解得那么清楚？你为什么要保护光绪？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，不过我告诉你最后一次，不要对光绪爷动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真的是白伯渊的女儿？晴儿，你要记住今天灭门之恨，永远也不要忘记。皇上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娘还有福伯他们？不是皇上，是皇上帘子后面的慈禧那个老妖婆，是慈禧下旨将我们白府满门抄斩的。你要永远记住慈禧这个名字和她今天对我们白家上下137口所做的一切，永远都不要忘记。不过，
我和我爹几次剿匪，都没有遇到这个鼎鼎大名的大苍鹰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呐！难怪他在关中享有如此的盛誉。哼，连大清的皇帝都要保的人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可是什么？我也同意他的想法。虽然太后不是好太后，可皇帝是好皇帝啊。刚才你连皇帝也想一起杀，我也觉得不妥啊。你有资格觉得不妥吗？我怎么没有资格觉得不妥啊？我……你别忘了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要听我的。哎，那娘们真是个好姑娘，那小手，那小脚，那叫一白，特别的软。哎，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还是个黄袍闺女，就让你给……报！二当家的陈然求见。来了啊！等你们有钱了，10个8个黄花大闺女，随便你们挑。来人，把她给我带下去。走！这送钱的来了，怎么反倒把我压下去了？快走！走！走！我。二当家，你都看见了吧？人在，毫发未伤。钱带来了吗？钱我带来了。另外还有老佛爷亲笔写的欠条，声明此后的10个月，每个月偿还20万两白银。这是银票和欠条。他妈的，连皇帝老子都打上欠条了啊！挺有意思，拿来我看看。那怎么行？钱都在这里，欠条也不会错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这是规矩吗？他妈的，你给我5万两银子打15万两欠条，给我他妈15万两银子打200万两欠条，韩宇轩不点用了，皇帝老子都他妈上阵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皇帝老子到我这儿也不好使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样不是要赖我吗？那怎么行？人我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带走，我还有2个兄弟押在太后那里当人质呢。不如这么着吧，我在老佛爷这欠条后面再加上1条，如果逾期不付，全部由陕西陈家一律承担。那感情好啊！陈大善人从来不欠账，他家的钱庄，这些钱庄那是个牌子。如果陈二少爷打欠条，那可以。不过，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啊，陈家二少爷，你这么样为朝廷卖命，朝廷给你什么好处了？我只是天不招地不惹的，稀里糊涂的就趟了这趟浑水。好，你帮我捎一句话，一句不太中听的话，得罪人的话。哼，我这一路做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也不差你这一件。二当家，你就跟我说吧，我一定亲自帮你转达。好，痛快！你回去告诉那老太婆子，韩宇轩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让那位巡抚大人少坑害老百姓。陕西的马帮为什么这么多呀？苍蝇帮的队伍为什么这么大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官逼民反。就说前段时间吧，啊，巡抚要给老百姓修桥，强行征了老百姓100万两银子，弄得家破人亡啊！可是桥修了没几个月，就全塌了，上下淹死砸死30口人，到现在也没给人赔偿，到了也没个说法。这一定是偷工减料，谋取暴利。不止韩宇轩该杀，连他也该杀。这件事啊，陈大善人最清楚，你回去问问你老子。行了，银子和欠条我都留下，人呢，你带走。来人呢，把人给我带上来，让他带走。走，放开。行啊，从我大阿哥手里抢走4格格，这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你说你倒成了太后的敢死队了，有造化，屁颠屁颠的跟在卢勇后头，我看这事儿让你一个人办就行了。哎呀，这年头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卢勇看见没有，官升好几撇啊！这赎我的银子肯定又是他筹来的吧？哎呀，这人呐，在官场上混没后台可是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陈然，我看你小子倒也聪明伶俐，
要不这样吧，四格格的事情既往不咎，从今以后你跟我了。大哥，我对当狗没兴趣，你要玩自己玩吧。这山路不好走，走路当心点。小兔崽子啊，别不识抬举。好，算我没说啊。哎呦，你他娘的是投胎还是赶集啊？我大哥从来没走过这样的路，就是一路从北京到西安也都是坐轿子。你回去背我，快点！你还是省省吧，这山路不好走，我背着你的话，恐怕两个人都要一起跌到山谷里去了，那样更不好了。你王八蛋！死陈俊、臭陈俊，连个马王影都没有看到，还说什么？哎呀，我都忘了他那个弟弟到底长什么样啊！我8岁到京城住之前啊，那时候他还总和我们一块玩呢。哎，现在都不知道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哎呀，死陈俊、臭陈俊，死蛤蟆、癞蛤蟆，谁要嫁给你这样人啊？他弟弟到底长什么样？我8岁跟姥姥去北京之前，我很常跟他们一起玩。思源，你不要哭啊！冉哥哥将来就请你做媳妇。冉哥哥，媳妇是什么呀？媳妇就是娶回家，去疼她，去爱她，就像冉哥哥现在对你一样。哎，来了！哎呀，大哥万福金安，奴才可把您盼回来了，大哥受苦了。切！哎，大哥，奴才看您腿脚不便，奴才驮您回去吧。大哥这一遭实在是受苦了，来上来。好奴才，会体恤主子。哎，看见了吗？当奴才就要当成这样，这样才叫奴才。啊！大哥，您这遭实在是辛苦了，快点！好嘞！快点！呀，好！好奴才！好，快点！好嘞！老祖宗，您是没看见，他们跟我混的那叫一个熟哦，到最后简直对我是奉若神明，但我没喊过一声疼。他们问我怕了没有，我告诉他们我不怕。他们说你小子行啊，都到这份上了，说不定今儿个就死在这儿了，怎么还这么英勇，这么不屈不挠？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说了，我堂堂大清朝的大阿哥，怎么可能被你们这些鼠辈吓破了胆呢？紧接着他们就打我了。他们打的那叫一个狠呐，遍体鳞伤，你也看见了。可是我自始至终就没喊过一声疼。老祖宗，这帮人是太反叛了，个个都该千刀万剐。他们居然当着我的面辱骂我们大清朝，辱骂皇上，辱骂您，这些话我是没胆再说一遍了。但是我自始至终都跟他们喊，尔等大清子民应立即归顺朝廷，否则便是乱臣贼子，便是逆党。好，果然是大阿哥，够英勇。行，没给哀家丢脸，吃了这趟苦，也算是一种历练。将来哀家更可以把重责大任安心的托付给你。陈然，这次你顺利的救出大阿哥，可说是功不可没。哀家赏你白银30两。可别小看这点钱，这可是哀家最后的一点银子。所谓礼轻情意重，你可别嫌弃哦。谢老佛爷封赏，这30两银子对草民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大数目，但是此时老佛爷掏出这30两银子，其意义恐非是几十两、几百两，
甚至是几千两银子所能表达的。所以，陈然想借这30两银子恳请老佛爷一件事。有什么要求，直说。老佛爷这趟西安之行到达了西安之后，今日这30两银子，恐怕不只值这30两银子了。老祖宗，你还没明白呢吧？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，用今天的30两换以后的300两、3000两、3万两。陈然不是这种人，他只身冒险前去救你，而且平安地把你救回来。他要的不是封赏。再说到了西安，等咱们娘儿几个喘过气儿来，就算再赏他3000两、5000两，就冲他救回咱大清朝的大阿哥，也不能算是虚寿吧？老佛爷金口遗旨，陈然不敢多要，只求老佛爷赏给3000两银子。哼，你看，我没猜错吧？我一猜就是那么回事儿。不过这些银子草民不要，只求老佛爷赏给半年前因灞河之桥倒塌而伤亡的百姓们。灞河之桥，赵书翘，怎么回事啊？听起来好耳熟啊！回老佛爷，年前韩宇轩上报朝廷，说募资了30万两，要在这灞河之上造一座功德桥。此举受到西安百姓称颂载道，感激涕零，求朝廷再拨款50万两白银，建起那座功德桥，使西安百姓念念不忘皇恩浩荡。还真有这么回事儿。陈然，这桥塌了是怎么回事？你要捐款又是怎么回事？照理说，出了这种事情，应该由当地的知府负责抚恤，你为什么要捐款呢？回老佛爷，草民也是从苍蝇帮的二当家花豹子口中知道这件事的，见他义愤之态，似真实可信。据花豹子所言，建造此桥之时，已向西安百姓强征了100多万两白银。此桥建好不到半年就塌了，当时还砸死砸伤淹死了许多百姓。桥塌至今已有半年之久，死伤百姓未得到任何说法。据说马帮里有许多人也是因为此事被逼成了土匪。什么？真有这种事情？亏他还说得出称颂载道。行了，哀家知道这件事儿了。待哀家查明之后，自会还西安百姓一个公道。你那3000两银子，哀家也会一文不差地送到他们手中。草民陈然叩谢老佛爷隆恩，草民告退。老祖宗，千万别上那小子的当，我觉得他肯定和苍蝇帮有什么关系。那你倒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老祖宗，那大苍蝇我是没见着，可这二当家的花豹子我可是看得真真的。上次陈然陪着鲁大人来的时候，那花豹子口气极为狂躁，可一听他是陈然，态度立刻就软下来了。这次来谈赎金的时候更是蹊跷，3下5除2就把我从苍蝇帮救了出来。老祖宗，一个留洋回来的学生，就算他爹是个人物，可苍蝇帮那群人对他的客气也忒离谱了吧？就连卢勇这样的堂堂朝廷大员，他们都没给什么面子，连我堂堂的大阿哥他们都敢劫。老祖宗，您不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吗？那你倒说说，这陈然是怎么回事啊？老祖宗，我觉得这个陈然就是跟他们一伙串通起来涮我们玩的。我说大阿哥，这咱们头回见到陈然的时候，好像是他跟着鲁大人为了你去跟马帮谈判吧？当时你身陷土匪窝，再怎么大义凛然，看见搭救你的人，特别是老祖宗派来的，怎么着也跟看得亲人似的吧？这鲁大人回来的时候还说呢，大阿哥对老祖宗的思念可是全权可表，怎么这会儿又讨厌了呢？这可让我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啊！莫非你看见他的时候却非当时当景吗？那是什么时候？又是怎么个景？你不妨当着我的面跟老祖宗好好说道说道，大家伙也凑个趣儿听听。
看个大清朝的大阿哥是怎么样演变中间的。这，行了，别再叨叨了，很好听吗？俊儿，这一次你好不容易脱险回来，哀家这不再多说你什么了。不过，大阿哥就要有大阿哥的样子，以后不许再胡作非为。今儿个，咱们好不容易凑齐了，就连夜赶路吧。早一天到西安，哀家也好早一天放心呐。陈然呐，你那汽车一定要用那个什么汽油吗？这煤油啊、蜡油，我让他们各来一罐，还非得要用汽油吗？老佛爷，我那辆车只能用汽油，除了汽油之外，别的那些其他的油可能都用不上。我在英国订购的那几桶汽油，恐怕还要过些日子才能运到。还得请老佛爷到了西安，记得通知家父陈家乐，多派一些家丁，还有马匹。我这辆车恐怕没有马拖回去是不行的。真是太可惜了，哀家还想坐你的汽车威风八面的进西安城，吓他们一跳呢。啊，既然这样，小李子，奴才在，把咱们吃的喝的给陈然留下。这，陈然啊。你是个有功之人，哀家不会忘记你的。这些吃的喝的足够你撑个5、6天，到时候哀家已经进了西安城了，一定会尽快的派人来接你，这样好吗？谢老佛爷。那哀家就先走了。小李子，奴才在，咱们出发吧。这，出发！老佛爷一路顺风。哎。去！老祖宗，小心！老佛爷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李安子，看好老祖宗。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快！有刺客！快！有刺客！怎么回事？四哥哥，有刺客！要杀老佛爷！快叫人把老佛爷的车厢保护好！弟兄们，把老佛爷的车厢围起来！是。等等，还有皇上，快去保护皇上！弟兄们，把皇上的车也围起来！是。哎呀，差一点射死那个慈禧老妖婆！四哥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快，小心点，到我后面去。哎，你可别乱来啊！真儿，朕看到你了！皇上，真儿，是真儿，皇上，朕看到真儿了！哎，真儿，原来你没有死啊！皇上，真儿，你不要走！皇上，哎，你刚才怎么了？怎么好端端的？哎，你倒说话呀！你别多管闲事。既然你不要我管，那我就走。你站住！你是我的人，
我没让你走，你就不能走。慈禧老佛马上就要进西安城了，我有事要做。对不起，以后你要好好保重自己，遇事千万要小心。等我办完事务，倘若有幸还活着，就一定会来找你。好，你滚，不要再回来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，再也不想。我救了你的性命，你却要离开我，你滚，滚，滚！让我看到人了！哎呀！在这种时候，在这种地点，还可以喝到如此香浓润滑的咖啡，我是在天堂呢，还是离天堂不远呢？天堂还很远，不过呢，倒有一座山神庙就在那边，你是不是要去那里啊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原本的贪婪的奸细说？这位女士，西安是不是组了女死牙医队啊？要不然这深更半夜的，你怎么会带着一根枪，打扮成这副模样就蹦出来了？什么这副模样？陆小姐，你只是这副模样，你倒是怪模怪样的。哼，一个中国人，干嘛把自己搞得像洋鬼子一样？你自己不还是一身洋服？不过你这身洋服倒是挺惨的。到底是谁这么狠毒，把你打扮成这个样子？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啊！哼，我可是照着那些洋女人的穿法来打扮我自己啊！哼，我……哎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后面有水，你赶快去梳洗一下，顺便借着月光好好看看自己吧。请你把脸转过去，不要看我！哟，收拾干净了，还是挺可爱的嘛。本小姐一向如此。哎，你也是留过洋的？没有啊。不过啊，我很喜欢那些洋玩意儿，还有那些装扮。听你那么一说，你应该是留洋回来的。嗯。那你在国外待了多久啊？5年。哇，5年？那你一定知道很多新玩意儿，还有很多新见识啊！赶快讲给我听啊，快点啦！看你这么一副好奇的样子，我就讲给你听吧。我第1年的时候呢，先是到了欧洲的德国。德国呢，它的首都，是在柏林。我到了那里才发现，那些人啊，很多人都是蓝眼睛。哎呦，卢大人，快去上座！我的韩大人没工夫坐了。太后和皇上的御车队啊，明天就到西安了，咱们得安排接驾事宜呀。这太后明天就到西安了，可不是吗？我刚准备的红灯笼，你看看陆大人还有什么需要我办的？哎呦，我的韩大人，现在灯笼不灯笼的那已经不重要了。那皇上和太后来了啊，乐队呢？仪仗呢？这住哪儿？吃什么？这都是事儿啊。陆大人呢？这回你真得帮帮我的忙啊！韩大人，您放心吧，这事儿卢勇绝不会袖手旁观，因为这事儿太大了，卢某也不敢怠慢。您说您吃了官司出了事儿，我也跟着不好说呀。是，
这可是句实在话。陆大人，你看看，你现在有什么需要该办的，需要我做的，你尽管吩咐。您现在就是我的大人了。哎，韩大人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您可是从2品大员，我才是个3品。您这么说，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那可就不太好了。再说，这皇上和太后来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光我卢勇一个人那是不够的，咱们得群策群力才是啊。是，这陆大人，您说我该……这样，你呀，把前朝遗老通通给我集合起来。哦，好。哇，10万8千里就能听到对方声音啊！是啊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哎，这个一定是汽车，你带回来的大家伙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台呢就是汽车，我可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把它托运回来的。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这可是开进大清朝的第1辆汽车。哇，那你赶快驾上去带我玩玩。还玩呢？都回不了家了。干嘛那么小气啊？只不过是出去玩玩嘛。小姐，这车是真的不能动，没油了。要是能动的话，就不会在这里遇到你，早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真扫兴。为什么遇到我的时候就偏偏没有油啊？哎，那你家住哪儿啊？我家住陕西西安。怎么跟我一样啊？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哎，我要在这里守住车子。我的同伴已经先回西安去找人了，只不过他们每个人都很忙，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记得我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去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跟我家里带个信儿啊？哎，没问题，你说。麻烦你到西安以后去找我的父亲陈家乐，告诉他我现在的情况，叫他多派点人来帮我拖车。你父亲是陈家乐？是啊，我父亲就是陈家乐。怎么了？那你不就是陈俊的弟弟陈然啊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差一点就要嫁给那个全世界最无赖、最无耻、最无聊的一个人，就是陈俊。哼！哟，哎，素云，你瞧，大哥，你是大哥？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认不出我来了。哎，你当初一走可就走了5年呐，如今都长这么大个了啊！你瞧，还一身洋打扮，这我都差点认不出你了。啊，刚开始啊，我是跟我媳妇儿一块找你，那后来呢，就找你和找我媳妇儿。现在好啊，找到你了，也找到我媳妇儿了。行了，我说咱们一块回家吧。哼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谁是你家媳妇？大哥，难道你们真的定了这门亲事？她就是我未过门的嫂子啊？这就是西安城大名鼎鼎韩宇轩韩大人的千金呐！哼，你就是韩宇轩的女儿？是啊，家父就是韩宇轩。令尊可好？令堂他？我娘早就去世了。让哥哥，你想不起我了吗？我就是8岁离开西安去姥姥家之前，一直都跟你们玩在一起的。你想不起我了吗？我是云儿啊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娘早就去世了。然哥哥，你的记性可真差。我说素云，你别老然哥哥然哥哥的叫那么亲。哎，你都知道管小然叫声哥哥，那你怎么都这么多年了，一直跟我这陈俊前陈俊后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？哎，想当初你是追着屁股管我叫俊哥哥俊哥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没大没小的。喂，你也配我叫你声哥啊？做梦！哎，得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嘿，小然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刚好赶上我结婚呢。不过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，娶这么个疯丫头进门，我这婚礼啊，基本上跟那葬礼也没什么区别。陈俊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把你活埋了！行了，他们一直都这样，这还算好呢。一会儿啊，就该炸锅了。
别光哭啊，说词儿啊！叫你们说什么来着？你说呀！哎呀，老佛爷，皇上，你们受不了了！嘿，我叫你什么来着？不知道。太后老佛爷，我等您等得好辛苦啊！说，笨蛋，你说，你也别光哭，说呀！太后老佛爷，你们一路辛苦了，说呀！哭，全哭出来！哎，哭得越真诚越好，把眼泪鼻涕全流出来更好。哭！哎，你们那边，等这帮老头簇拥着太后过来的时候，把那狮子给我舞欢了，鼓点给我打得越响越好。谁让你们停了？哭！接着来！禀报大人。好。说，大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灯笼已经挂好了。好，安德，走，看看去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接着练，不许停，听见没有？牡丹啊，牡丹，太好了啊！有你在，咱们秦腔一定能名扬四海。俗话说伴君如伴虎，指不定哪句词就惹怒了老太后。我看我们三清班还是别凑这个热闹吧。哎呀，那成啊！太后爱听戏，那是出了名的啊！你要是不出来，太后还以为咱们陕西没有好戏班，没有好角儿呢。西安城里又不是我们一个戏班子，你这话我们可担待不起。我看还是算了，别唱出戏把脑袋给掉了。哎，怎么会呢？哎呀，牡丹韩大人，我跟你说，韩大人啊，别听牡丹的，怎么可能不唱呢？哎，这给太后唱戏这么好的机会，咱们地方上的戏班子求还求不来呢。就是这么好的生意，你说我们怎么可能不做呢？韩大人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三清班一定会竭尽全力办好这件事的。哎呀，牡丹呐，这就辛苦你了啊！哟，牡丹，你瞧韩大人对你多体贴啊，还不赶紧给韩大人倒茶啊！来，来，快！多谢韩大人亲自前来视察三清班。您嘱咐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若没别的交代，我练功去了。别，这韩大人，来，你喝茶，趁热喝啊。没事，是角儿嘛，都得练功。哎，把这两边的红灯笼都给我换成荷花宫灯。大人，这灯笼扎起来挺费力气的，现在要换来不及了。来不及要换，这什么这？红的太喜庆，跟眼前就不搭调，白的跟办丧事一样。这荷花宫灯嘛，有红有白，花里胡哨的，正合适。鲁大人说的实在太有道理了。不过这荷花宫灯嘛，对了，去年我们家老爷祝寿的时候用的宫灯还留着呢，正好派上用场。哎呀，赶紧拿出来，都给我挂上呀！剩下不够的，让灯笼师傅连夜给我赶制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哎，回来，赶紧通知守备李景忠大人，把这西安城的百姓啊集合起来，马上训练。到时皇上和皇太后进城的时候，一看到挥红旗，全部出来朝拜，一挥白旗都给我闭门。到底挥什么旗嘛？随机应变吧。
哭，都哭啊！这不是咸丰2年告老还乡的陕西府台陈伯钧吗？是，身子骨还硬朗吧？是，老佛爷，你还记得我呀？啊，是啊，老佛爷。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哀家认得你，你就是以69岁高龄考取状元的刘翰林，对不对？对，老佛爷。5、6年前告老还乡的时候，都已经80、90了。怎么样？你也是陕西人呐？老佛爷，奴才一辈子都记得您呐。您上回赠我的那幅画，我还保存着呢，那是您亲手所绘呀。奴才想你呀，老佛爷。起来吧，大家都起来吧！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老佛爷，请老佛爷上臣等为您准备的这个銮驾，那几辆马车，我让人带着从西门而入吧。韩大人想得周到。虽然说这一次哀家跟皇上匆匆离京，但是圣驾亲临，哀家、皇上、皇后都在这儿，这场面如此凄凉，似乎跟6国古都不符啊！韩大人，你过于拘泥了。今儿是黄道吉日，这可并非祥兆啊！啊，老佛爷，您请稍后。老爷大喜，老爷大喜呀！什么大喜呀？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二少爷找着没有？找着二少爷了，非但找到二少爷了，而且毫发未伤，过了晌午就回来了。真的是二少爷，真的，你没看错，果然是二少爷。怎么会看错呢？绝对是二少爷回来了。太好了！哎呀，总算找到了。哎，通知夫人，告诉他二少爷回来了。是。哎呀，不容易，总算找到了。是大少爷找到二少爷的吧？老爷，严格说不完全是大少爷，主要是韩小姐先找回了二少爷。可大少爷为了找韩小姐，找着找着就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找着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
你看二少爷有何变化没有啊？现在可好啊？哎呦，变化可大了！哎，老爷，你没看见二少爷现在浑身上下一副洋人打扮，连辫子都剪了，穿着洋人的衣服，洋里洋气的，还带了一个什么洋汽车。可惜现在没油了，不能开了，就停在半路上了。二少爷说啊，让小的先回来报个平安，他们马上就回来了。哎呀，那还不赶紧找人帮然儿把车给弄回来呀！哎呦，我的夫人呐，我现在管他什么汽车还是水车呀？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抵制洋货，他开着这么一辆汽车进城，这实在不像话。哎呀，老百姓如果看他不顺眼，把他连人带车烧了怎么办呢？啊！另外，他开着汽车到城里来，横冲直撞，撞着人怎么办？不怕吃官司？他不怕人家跟他没完没了，不怕跟他拼？哎呀，你住嘴！你还管什么车不车、洋不洋的？儿子回来最重要了，你赶紧叫人把儿子给我接回来，快去呀！哼！陈默，你告诉二少爷，绝对不要把那个车开到城里来。别，如果他实在喜欢他呢，就先让他放在城外。总之一句话，绝对不要把他开进城里来，否则会闯大祸的。尤其是今天，你知道吗？老佛爷和皇上要进城，他们都是被八国联军洋鬼子逼得弃京而逃，他们怎么能允许一个洋汽车招摇过市呢？因为开一个洋汽车引起民变，那还了得呀！哎，老爷，来不及了，这会儿一定已经进城了。喂，大哥哥，等你有了汽油的时候，一定要教我怎么开汽车啊！好啊，没问题。就你还开车呢，车开你还差不多。死陈军，臭陈军，等我学会了开车，我弟弟先撞死你！那好啊，回头咱西安城就出了一桩开着洋车谋杀亲夫的大案要案了。回头让你的巡抚老子给审审，万一给你判个死刑呢？啊，回头让你死也得死在我的身边。你少臭美的，哼！就你这副德行，谁给你陪葬？我爹才不会斩了我呢，说不定啊还给你来个鞭尸。啊对，对，你爹怎么可能把你斩了？他要是把你斩了，他不就成了一好官了吗？那你爹是西安出了名的大贪官，怎么可能为了还别人一个公道把你斩呢？死陈军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阎王！啊，不要！喂，行了，别管他们了。像这样的戏码，在西安3天2头就会重演，习惯就好了。就你，还想把我解决掉呢？就凭你小瞧我，今天我非把你解决掉！喂，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，子弹不长眼睛的。放心，他不舍得打死我，就算他舍得打死我，那子弹也不舍得呀。陈军，我杀了你！哎呦，又来了！陈军，有种你别跑，要不逮到你的话，我就扒了你的皮！哎呀，这个戏，哎，看着是风风光光的，可实际上还不是逃难过来的。像他们这样当惯了主子的人呐，这一路啊，怕是吃尽了苦头。怎么说也是一国之君呐，一国之君，你说哪个？哎，可惜这一次没有找到机会下手，否则……哎，今天太后好像很喜欢你，一直跟身边的太监支支吾吾的说着些什么，八成啊是夸你演得好。哎，你说这皇上，他怎么连正眼都没瞧上你一眼呢？我看他一脸忧愁，恐怕是心里还挂着国家的事吧。我看这人世间的事儿，和我们戏坛上是一模一样。我们戏里不是老演国破家毁、楼倒人亡吗？那架势啊，跟京城里的局势是一模一样。戏台上的事可不就是前朝发生过的事吗？咱们的戏色不是老有史为鉴史为镜吗？好了，说了莫谈国事，怎么又开始唠叨？不过最值得高兴的是，
那个韩宇轩再也没有机会请你去吃夜宵了。快看快看！靠边点儿！什么玩意儿？躲开躲开！哎呀，让让让让！躲开！这可新鲜，太新鲜了！哎，你们让让！小沫子，少爷，小沫子，少爷，小沫子，哇，真的是你啊！5年不见，都成大人了。二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！你一走，我就天天掰着手指头算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总盼不回来您要回来的信儿。您可真狠心呐！一走就走了5年。可不是嘛！哎，当初我教你认的那些字，你学会了吗？当初我可说，我回来你要是学不全的话，我可要揍你的。你早认全了。二少爷，老爷一会儿就来了，我爹亲自来接我。不是的，他是来堵你的。老爷说你带的东西洋味太重了，眼下时局老百姓把洋人恨之入骨。再说今天又是老佛爷和皇上进西安城的大日子，老爷说让你赶紧把这车给扔了呢。扔了？这怎么行啊？我好不容易才把这东西给运过来，这可不行。哎，赶快把路给我封上！爹，然儿，爹，你可回来了！爹，你的脑袋，你辫子呢？剪了？什么？你剪了你？爹，您放心，我剪辫子连老佛爷都按准了。老佛爷？好，咱们现在先不说这辫子啊。我说然儿，你说你刚一回来就给爹惹这么大的麻烦，你带什么不好呢？你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听爹的话啊，赶快把它扔了。扔了？这怎么行啊？爹，这个东西啊，它叫汽车，是我费了很多的功夫才把它运回国内的。我准备用它来发展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。住口吧！什么工业不工业，汽车不汽车的？你知道现在形势多紧张啊！啊，听爹的话，把车扔到城外去。你跟爹安安稳稳回家，你娘还在家等着你呢。走，爹，你要我把这车扔了，绝对不可能。你干嘛要扔车啊？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